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个莫比斯的喷枪，那这是点3的。那我会想要介绍的原因是因为我买错了，我一开始买点3的。对，其实我觉得比较符合我需求的是点2这一把。在开始介绍之前呢，我先把我之前的喷枪先拿出来一下。那这个是喵酱的，我记得它编号好像是什么130吧。其实市面上很多130应该都是这一把吧。不过这是双动的，这是双动的。那当然没有这个握把，那是我自己在装的啦。其实喷枪哦，有时候如果说你不是要什么的话，其实你买这个就可以了。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好一样，这是喵酱的哦，这一把接下来就是俊士的，这是这在台湾买到的。对，这个是我当时想要去免洗喷枪那时候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想要尝试用这种方式去做免洗喷枪，因为这个好像是没有，这个是没有针的啦。都没有喷针，对，不过方便度还是不够啦，就很小只嘛，就当一下收藏这样子。好接下来就是先前日币很便宜的时候，整个我从日本那边拖过来的，都是俊士的喷枪。这是点3的，那这是点18的，那这是点5的。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喷枪好的喷枪的差异在哪里像这个这支喷枪这是点3的嘛，这是俊士的也是点3的。那这一种它是轻量化的啦但是它会有一个问题，就你看它有强调说它的气流会比较强，可是实际上你去用它的时候，你把那个出气量你正常喷是没有问题可是你把那个出气量调到很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开始会变成喷出水滴出来，不会有雾化。可是像这个俊士的喷枪我把它调到同样的出气量的时候，这个俊士的喷枪还是一样可以维持雾化效果。对这就是最大的差异。所以好的喷枪跟不好喷枪，我觉得主要差异在这里当然，如果说你是一般的，你没有要喷什么很细的，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就是什么130的这一把应该就可以了吧？市面上很多都是什么130的，这个就可以这个我是买来要喷要加硬化剂的，要加硬化剂的漆的，因为我怕硬化剂卡在里面，所以我现在就买一把来试试看。对但是如果说你要一般喷涂，我觉得像这个好像才几百块吧，这个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有空压机啦，我现在影片有拍给各位看过，我有空压机啦。只是说，我希望我在我桌上的时候，我就可以喷所以我用的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一根，那上面就接着，那这一样是俊士的。我现在是为了小空间，那想说买这种也是轻量化的。现在没有这个颜色了，这个是我特地找，因为我希望就这样配合嘛。对这就是这种喷枪，它的。不过我跟你讲应该是说我的用途主要是要拿来接这一种的，所以我才去找伽利略的喷枪。那如果说你有空压机的话，其实你的出气量是正常，我觉得这种伽利略的喷枪，我觉得反正就还好像这种喷枪也是有一个缺点它就会变这样。像其实我再多买一把是这样的那你们听一下声音好你再听这一支。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出差异当然我这一支我为什么会再买第2支是因为我现在这一支我把它抄到发烫，我不是说热是烫。后来烫了之后，结果我发现它的出气量就会开始变刚刚那种状况，它会有点不稳定。对所以说方便是方便因为像如果说你在桌子上，你偶尔想要这样喷一下的话，这种东西是很方便，可是你就是不能长时间的喷好接下来就是说，再来是另外一把喷枪，我给各位看一下。好接下来是这是汉莎的喷枪。那这个是这汉莎的喷枪
它跟刚才这些喷枪比较不一样一点。像这种喷枪啊，它都是什么2段的，压下去哦，有气带这样出气。可是它这个不是，它就没有二段，它就直接就这样子哦。那我当时买来是想说，我桌上我觉得不要搞了什么2段式，可能这个会使用上比较方便的啊。不过呢，我现在影片应该各位有看到，就是说我在喷这种 AV7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很知道它到底应该加什么溶剂，结果它就会卡漆嘛，结果就越喷不出来嘛。对啊，所以这一把就是那个样子。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头先给各位看一下。那像我刚才拿出来的很多把喷枪啊，其实这种啊。各位有注意到吗？它这个跟这里，我这个头现在是在这里面的，这边还有一个头。你看这个，啊，它这个变成说，你如果要把它取下来的话，你这个头还要再拧开来，啊，它这个头就在这边而已。等一下有点卡住。好，没关系。等一下我拿全力列的设计也是跟德国汉莎的是一样的，那跟我们这种是不一样的。好啊，接下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想要买全力列那一组呢？因为一般我们在用硝基漆或先前那种漆料哈，它不会，就说你的话，你要清比较好清啊，可是像这种俊士的啊，我觉得俊士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几乎所有的喷枪几乎都是一体的，它零件数很少。那你像它这种地方，整个都是接在一起的，它没有分开，嘿，啊，不像你这种喷枪啊，我们这种喷枪，它这种头它可以转开来，那转开了有好有坏啦。你要清比较简单嘛，啊，你要放一点小漆料，你要这样直接喷也可以。啊，但是像这种一体成型的喷枪，它就会有个问题啊。我当时卡出这种漆啊，整个卡在里面，就说那个喷到最后整个卡死在里面。我要清掉的时候，就发现它会有一个很不好清对，不好清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啦，这就是那 AV7它到最后残胶的部分。你到最后你用那种什么洗笔的那种溶剂，它是清不掉的，它会像这样一层胶膜，看到一层胶膜。所以变成说，如果说你真的堵枪的话，清洗的时候，我觉得是很花费时间呐。好，接下来就直接要来介绍那个莫比斯的喷枪啦。Hello， 大家好，那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下莫比斯喷枪。那这是点3的，这点2的。那我一开始是买点3的，那我发现我买错，应该是说，我的需求应该是点2的。那为什么这样？各位看一下，点3的跟点2最大差异在这边了哦。这个没有旋钮，这个有。其实因为现在喷枪很多家都有在出嘛。那你如果要买到它这个价位的啊，其实都会有旋钮啦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应该是有的吧我没有太注意，结果我就直接买下来了。后来发现，不对，其实我真正的需求应该是点2才对其实像这种啊，它的那个最大差异还有一个是什么？我本来以为是只有针跟头不一样，结果发现它其实这2支喷枪这个地方不一样，这尾端不一样但是这个也还有加旋钮。所以说，如果说真的要配跟市面上一些相同价钱差不多的比的话，那可能最好的方法应该是点2的，然后配点3的头跟针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好，接下来就它的设计各位看一下，其实它就是这个。首先呢，一开始我想要说会买，是因为它有强调说它是表面上多了很多层的那个镀了3层吧。所以超亮，那个跟我们这种喷枪比起来，真的是超亮他说要3层嘛，对啊，我真的比较起来，真的是比这俊士的还要亮
我拿一支那个.18的来哦，比应该比得出来吧？它这个比它还要亮所以他说要镀3层是真，应该是真的啦。好啊，接下来就是这个地方哦，这里它就是有做了一些人体工学的设计吧，就是它这个扳机啊是这个样子写的。像你看我这种俊士的俊士的扳机啊，其实俊士我后面我会怎么都去买这种东西呢？就是说到最后我再拿，反正都会变这样。我反而觉得这样比较好拿，我反而不会想要这样拿，因为它这个地方它是圆扭状的，它不像那种有个斜度的。好啊，接下来就是说它跟那个汉莎的比较像，就是这个头啊。其实我觉得它最主要它强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头啊，因为它是有讲嘛，那就是专利的设计嘛。有看到吗？它跟那个汉莎的喷枪是一样的，它这个整个头啊都可以拆下来。那它其实它的专利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这个头，它的特色就是说你在比较应该说是功耗比较差的空腰机，它一样可以正常运作啦，就是因为它这个有这个气道的关系所以呢说，我觉得这一把喷枪其实是蛮适合来喷这种 AV7的。因为如果说你会赌，你真的赌枪的话，你到时候清的话呢，也不会像那种俊士这种喷枪这种俊士这种喷枪，它没有错，它一体成型，可是你要清的时候，它这种地方就整个都是堵住的。那你看到这个这个地方连这个地方都可以拆，所以变成说，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清喷枪的话，我觉得这种要清洗上会比较简单我觉得它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这个，点2跟点3的这个头都一样，都有这种气道，好接下来呢，其实它也有缺点的啦。我刚才讲到说，像这种俊士这种喷枪它是一体成型的嘛，它几乎很多地方全部都是粘在一起的。那它其实它有一个缺点各位如果去买来的时候，看它的那个盒子里面就大概知道了，这是它盒子里面的。如果各位去看的话，都会发现它欧环超多了，它欧环真的很多。所以说呢，你买来的时候，它里面就会直接这样附给你一个那个替代的欧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气密的，因为其实它零件数比较多啦，所以变成说，我觉得它可能知道说它的精密度还有些地方可能会漏吧，所以它给你这个。那变成说你在结合的地方，你自己买到你想要让它更好一点的话，你可以每个地方就再用这个再把它点一下，然后加强它的紧密度。因为其实我拿到这个的时候，有个地方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就这样。点2跟点3的头都一样这个地方都盖不紧。我不知道是他刻意这样设计还是怎样。可是如果说你是看像这种俊士的俊士的就是这样的，它就是可以让你盖紧就对了。所以我不晓得他是故意这样设计，还是说本身它在一些地方的精密度就是输给日本制的这样子。我不确定。不过说他都有给你了。好等一下就大概进行一下点2的测试。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进行测试。那首先是用汉莎的这个。那各位先听一下喷的声音。好，我们现在把那个颜料把它倒进来。那先拿汉莎喷一下。这是汉莎的喷下来的结果。Hello， 大家好，那接下来是使用这个伽利略的喷枪，那是一样是点2的，那各位听一下它声音可以跟刚才那汉莎那一把去做一下比较，两把一样都点2的好，接下来把刚才那个漆料，直接用这个漆料。所以这样浓度等于我没有重新调整。好，接下来就是直接进行试喷那
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做个小结。那首先是这两把喷枪，就是最大差异就是这个没有旋钮嘛，这个有。当然，如果说你要买点3的，我觉得也 OK 啦。那旋钮的话，其实像现在这种，现在这个啊，现在这种都会有一个旋钮给你啦。所以你还是可以借由这边把它调小。只是说那边调小跟这边调小最大差异，当然是。你这边调小的话，它因为它风量到这边嘛，抬出去嘛，所以你这个一定是可以喷的比较稳定啦。我感觉是这样子啦。对啊，不过这是点3的嘛，点3的有跟没有，不过可能也没什么差别吧。不过因为市面上这个价位啊，这个价位的点3通常现在都是有旋钮的啊，这个反而没有。所以我自己当时买就有点怪怪的。当然我主要用途是要配合这个啦。配合这个嘛，那桌上我有时候偶尔拿来喷一下就好了。那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比较适合买点2的，对。因为如果说我漆料要点少一点的话呢，那我反而像它这个盖子啊，我也可以把它拿掉。那变成说我就点一点颜料在里面就好了。这样要清洗也很简单。再来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像这种喷枪啊。你今天如果说是要洗喷枪的话，它反而不像我们这种喷枪。我们这种喷枪啊，它洗喷枪你就把这个头给旋开，然后你再出气，这样它就会气会往这边回流。它这个反而不行。它这个呢，你就是要利用这种这个头啊，这种头。当然现在市面上也有出其他的头了，就更大的、更好套的。它比较适合这种头啊。就是说，你这样压住，然后这样要洗喷枪比较简单一点。这最大的差异。对就是刚才那个漆啊，我不知道各位，我刚才用这个汉莎的这个啊，在喷的那个感觉，各位觉得怎么样？应该比较明显吧？就是说，你今天出气量的话，这个比较稳定这个比较出不来。当然有人是说，像这种其实这种 AV7每次都要加什么驻留剂啊、稀释剂啊，不是我自己在用，我自己觉得说没有像硝基漆那么调整的稳定度那么好啦。当然你可以把它加多一点嘛。对可是因为我是希望说用这种桌上型的来喷，那变成说你要喷 AV7反而比较有时候会容易喷不出来啦。但你用一般的空压机不会，一般的空压机不会，但是用小型的反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对，所以说我自己的需求的话，我是买点2的会比较适合我。只是说因为我一开买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我本来以为说2只都是有旋钮的。这个现在这种价位的这个没有，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对所以才拍影片介绍给各位比较一下以上就是我的介绍。